嗨，大家好，我是佳佳。今天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一位非常好的麻吉来到现场呢，跟我们一起来谈论这集的主题。欢迎我们馒头。嗨，大家好。对，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有没有美人鱼？我相信有。美人鱼是否存在？我相信存在。对，我也加一。说到人鱼呢，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呢，人们称它为鲛人。这种生物呢，多数都是存在于一些传说或者是故事里面，然后它是生长在海里面或者是水里面的一种传说中的生物。它的样子就是上半身是人，对，有可能是头是人，也有可能是上半身是人，然后下半身是鱼，叫做人鱼。嘿，那如果上半身是鱼，下半身是人，叫鱼人。等一下，鱼人真的，我跟大家讲，人鱼跟鱼人有分哦。我们一般看到那个童话故事书里面说的人鱼，就是上半身是人，所以它会有几乎都是美女的样子嘛。然后有长长的头发跟非常漂亮的面貌，然后呢婀娜多姿的身材这样子，然后下半身是鱼。但是呢，鱼人他就是上半身可能就是一个鱼头。或者是一个鱼的样子，但下半身是人。如果大家分辨不出来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周星驰的《美人鱼》跟韩国演员李光洙所演的《突然变异》对一部是说美人鱼的故事，一部是说鱼人的故事，对，两个不太一样。好。说到呢，世界上有没有美人鱼啊？其实呢，很多古代都有非常多的传说。有人认为说之前会有这个人鱼传说，是因为古时候古代的水手看到那个有一种海洋生物叫做乳梗，然后把它误认为说它就是美人鱼。是对，为什么他们会误认为美人鱼？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它跟美人鱼有什么样子的差别，到底像不像？然后在看这个图片之前，我也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它有非常多非常可爱的兄弟姐妹，长得都非常的像。比较好奇乳梗长什么样？对，好，这张图片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乳梗跟他的兄弟姐妹。哇！我跟你讲，我在找这些图片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长得都还蛮像。老实说，真的都还蛮像，而且我突然觉得我的智商有点降低，因为我发觉每一种就是名字看起来都很像，然后长相也很像，长相都很像。我们先来第一只，让你猜猜看它是什么？不要考我的脑了。第一只，猜猜看它是什么？它有着圆圆的大眼睛，然后很可爱的身体，好像海。其实每一只看起来很像都是嘛。是啊，对，好。那第二只呢？很像海象啊。也很像。那第三只呢？第三只跟第二只好像也没什么差别啊。换个姿势而已，有没有？一边游过来，一只是游过去，有没有？是。好，那第四只呢？第四只海有这只看起来，对，这跟牙齿比较长。好，第五只呢？好，第五只跟第六只，其实我看不出来它哪边有不一样，看起来都很像啊。对，好，我跟大家讲哦，这6只完全是不同的生物。这6只它们都有各自的名称，所以呢，我没有拿其中是同一种类来糊弄你。对，它们6只都不一样。好，公布答案哦。第一只呢是海豹，就是我们常常在图画或者是一些照片看到非常可爱的，有着圆圆无辜的大眼啊，然后长得非常萌的，就是6只里面长相最可爱的就它。怎么分辨它？海豹就是它没有耳朵。它是一个没有耳朵的生物。然后第二个是海牛。这个海牛呢，其实它长得不像牛，很像大象，很像大象啊。对，它是海牛。对，那第三种呢，就是古代水手把它误认为美人鱼的乳梗。对，它们两个差别在哪里？就是尾巴。有没有看到那个第二个海牛的尾巴？它是一个圆形的，就是有点像扇子的这种形状。那乳梗它的尾巴是有点像鱼尾巴那种鳍状的，有没有？就分叉的这种。对，所以这是他们两个不一样的地方。那第四种就是海象，它有2根长长的牙齿。对，然后第5个呢就是海狮。海狮呢跟第6个海狗其实2个长得非常像。
第5个海狮呢，它就是我们在动物园或者是海参馆会看到的那种会顶球会表演的那种海狮，是对，然后它很聪明。然后最特别的就是，其实它身上有非常坚硬的毛，可是呢，因为它没有绒毛，所以呢，看起来感觉像光秃秃的。但是事实上，它是有很坚硬的毛，比较粗硬这样子。对，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海狮它后2个鳍呢是会走路的，它是可以在陆地上行走，很有力。对，很有力。那2个鳍是可以在陆地上行走的。跟那个海狗不一样，海狗它就是只能拖着走。我前脚比较有力。对，它海狗它只能拖着走，海狮它可以这样子走，4只走。对对对，这个是他们2个最大的差别。那海狗有人说它就是长了毛的海狮，因为它的绒毛比较长一点，所以它就是长了毛的海狮这样子。好，有分辨出来这6种不太一样的地方吧？有。好，回到我们人语的主题上啦，我觉得呢，古时候的人呢会把这个如梗当作是人语哦。老实讲啦，我是觉得差蛮多的啦。你没有觉得差很多吗？是差蛮多的，但是如果在昏暗的时候、黑暗的时候，那看过去背影，老实讲应该很像，是很像，但是跟我们传说中的那个美人鱼其实差蛮多。你看看芦梗这多假，很大只啊，可是我们看到美人鱼其实都是身材婀娜多姿啊，长头发啊，美女啊，这样有没有？现实跟幻想还是不一样。好，那因为现在其实呢，网络上的这个资讯非常的发达，所以呢，其实我相信非常多的朋友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关于美人鱼的一些踪迹或者是一些影片。是，对。那你知道呢，曾经就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动物星球》，他做了一个纪录片。然后这个纪录片呢，里面请来了这个生物学家的博士，还有这个美国国家海洋大气管理局的科学家，跟一些研究员。然后呢，他们那一集的主题就是探讨美人鱼是否存在。哇！然后当中呢，这个主持人拿了非常多的这个美人鱼的影像，还有一些就是非常清楚的美人鱼的影像，然后还有这个探测在海底探测到的声波，这些声波呢是异于我们一般所知道的海底生物，例如说海豚啊、金鱼啦、鲨鱼啊，或者是大型鱼类的这种声波。他们觉得这个声波是目前在人类的认知里面没有出现过的一种海洋生物的声波，而且这个声波同时有6种物体、6个个体同时交谈的声音。哇，对。然后当下那一集呢，主持人还讲说，这一些影片其实在网络上流传已久。可是呢，却遭到美国政府企图掩盖人鱼存在的真相。真的存在吗？对。然后呢，这一集节目创下了这个节目以来的最高收视纪录。哇！这个节目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Discovery 啊。是，对对对，它就是一支纪录片嘛。好，纪录片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可能之前发生的事情，然后他们把它记录下来的一个影片嘛，对。然后呢，因为讨论度真的太高了，就有史以来最高的收视这样子。所以后来呢，节目就有出来说啦，他说呢，其实呢，这是一场假设说，也就是说，他们里面呢拿的这些证据呢，人鱼的证据是假的。好，然后包括他们请来的博士、生物学家，或者是一些那个科学家、研究员等等之类的，全部都是演员。哇，对，就是大家合力演出了这一部戏。那时候人家就开始在讲说，那为什么纪录片要放，就是用假的这样子？结果节目就说他们是假设人鱼存在的一个理论来拍了这个纪录片。对，不过我说实在的啦，如果呢你问我说世界上没有人鱼存在，我相信一定有。我也相信有，也相信有海怪啊。对，我也相信有。对，虽然我们目前都没有看到他们，我们没有亲眼看过他，但是我相信他们有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也有几个假设说。第一个假设说就是，
如果人鱼只是某种生物的一个变态期，变态，变态，对，变态期，对，变态期，像其实有一些我们大自然有非常多的生物有这种变态期的这种成长过程，就例如蝴蝶，蝴蝶它想说它也不是一出生就是一只蝴蝶嘛，我们知道蝴蝶都是有翅膀，然后有非常漂亮的花纹会飞，对，然后会采花蜜，对。但是呢，他小时候就是一只毛毛虫，就是跟蝴蝶其实搭不上边，有没有？它跟蝴蝶真的是长得10万8千里，完全不像，联想不到了。对，如果你没有就是知道说蝴蝶会化茧成蝶，或者是小时候没有听过这个知识的话，你怎么知道原来毛毛虫长大就是蝴蝶？不知道，从小鸭变天的更厉害。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常知道的青蛙，青蛙。青蛙想说它也不是一出生它就是一只小青蛙，它是一出生它就是一个蝌蚪，是蝌蚪长怎样？一个头，然后尾巴，对，就一个头大大的，然后一根长长的尾巴嘛，应该是黑色跟咖啡色嘛，对。但是呢，它跟青蛙其实长得也是完全不像啊，根本不像啊，因为像很多的青蛙它是绿色的嘛，对，但是蝌蚪小时候还是黑色跟咖啡色啊。然后呢，光颜色不一样就算，它连长大的样子也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对啊，小时候人家跟我说蝌蚪长大是青蛙，我还觉得人家是骗我。对，所以它也是一个变态的一个生物。对，那第三种就是蜜蜂。蜜蜂我们也知道，它就是会去那个采花蜜，对，采花蜜，采花蜜，对不对？然后它也是有翅膀嘛，然后会飞嘛，但是它也不是一出生它就是一只小蜜蜂啊，那不然它是什么？它一出生它是蜂蛹就是一只小小的，然后有的时候是不同的蜂种有不同的小时候的样子，有的是透明的，有的是它的蜂蛹是看起来就是乳黄色的，对，有的是米白色的，就是不太一样这样，但是感觉起来它就是一只也是类似毛毛虫那种东西，就会蠕动，它也不是一出生就会飞的。对，就跟我们印象中的蜜蜂是完全长得也是10万8千里，是对，所以呢，由此理论，我推断，说不定人鱼也只是某种生物的一个变态期。也就是说，它可能出生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个人鱼的样子，但是呢，可能当他长大的时候，或者是他到了成熟期的时候，它可能就变成是另外一种生物，蜕变，进化，好吧，进化，蜕变啊，蜕变也算蜕变，对，算蜕变，对，人鱼有可能就是像你说的，它就蜕变成另外一种生物，什么生物我也不知道，有可能是大鱼，或者是有可能是我们不知道的某种海中生物，可是因为我们还没找到这种生物，所以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生物嘛。对，这是我想的第一个假设说啦。那有的人会讲说，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都没有看过人鱼的一些遗骸或者是一些遗迹这样子？对，那我的第二个假设说就来了。如果人鱼生存的条件其实跟我们人类或者是一般的鱼类有非常大的差别，在哪里？就例如说，像我们知道说整颗地球这么漂亮，70%是海水，对，30%才是陆地，对。可是呢，这70%的海水，以我们人类目前的知识是没有办法完全探测到海底有什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对海底是不了解的，对，所以呢，可能人鱼它生活的这个地方呢。条件是跟我们一般人类不会去，或者是一般鱼类不会去。例如说呢，我们地球上有一处的那个海水的温度，它高达400多度。哇！对，高达400多度是什么概念？就是下去就是已经熟到烂的那种。因为我们100度是沸腾，它是400多度。对。那有的人会想说，那为什么人鱼可以在那边生活？我觉得这个就是适者生存。就像有的鱼呢，它是只能适合在海底，它只要一看到光，它就见光死了。对，然后就像长颈鹿好了，长颈鹿它也不是一开始脖子就这么长，对，它也是因为那个
为了适应环境的存在，所以它的那个脖子才越来越长。因为以前它要吃那个树叶嘛，是高树上的树叶，所以呢脖子才越来越长。所以我觉得人鱼呢有第二种假设，就是它还是活在我们地球上，我相信，只是呢它生存的条件呢跟我们人类或者是一般鱼类不会轻易到达的地方，所以呢当它死亡的时候，我们人类就没有办法找得到它的尸体，因为其实有太多的海域呢，我们人类目前能力还无法完全探测清楚。是，那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人鱼以前真实存在，可是后来呢，人鱼看到人类进化了，他觉得上岸可以穿很漂亮的衣服，所以他可能也就因为这样子进化了，所以因为他想穿漂亮的衣服，因为在海中只能光秃秃的嘛。来个贝壳吧，对，就顶多就是贝壳遮住重要部位嘛。是，所以呢，有可能因为这样子，人鱼后来就进化，对，变成人类。有一部分，对啊，有可能嘛，对不对？啊，也对，这是第二种假设说。好，那第三种假设说就是，人鱼可能呢拥有着比我们人类更高智慧的一种生物。也有可能，对，就是等于说，在我们人类知道地球或者是知道一些知识之前，其实人鱼就已经掌握的知识跟文明都比我们人类高。那他们可能觉得说，在这个地球虽然住得不错，但是呢，他们可能发觉，原来除了地球之外，还有其他星球，而且别的星球呢，可能更适合他们人鱼居住。是，对，星。对，例如火星，或者是例如什么其他星球这样子。然后呢，因为它的高文明，所以它让它有办法呢移居到别的星球。对，所以呢，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人鱼以前真实存在在地球上，所以以前我们都会听到或者是看到一些人鱼的传说。对，表示它真实存在的。因为呢，东方跟西方是不同文化。对。但是同时都曾出现这个关于人鱼的一些描述跟画像。对，所以呢，我觉得可能人鱼真实存在，可是他们有可能就因为有更高的文明，所以他们移居到别的星球了。对。其实呢，不管人鱼是不是存在，我是觉得人鱼其实在我们印象中它就是一个美人鱼嘛，但是我觉得人鱼应该不是美的啦。那不然呢？是丑的，而且几率很大。为何？因为幻想总是美丽的。幻想总是美丽的。对。那不管怎样，其实我真的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传说嘛。对。那因为有非常多的故事，或者是电影，或者是小说，只要牵扯到美人鱼，它的话题度、讨论度都很高。对，所以呢，像我这种相信人鱼存在的，我就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存在。我相信，对，我们都相信。那如果像是有些观众朋友他不相信人鱼存在，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行，对。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家馒头来陪我录这一集，来跟我聊这个人鱼的故事，人鱼是否存在的真相。那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的收看。今天要跟大家讲，有没有发觉我们今天的背景非常的特别？因为我们是在旅馆里面，对，他来从北部坐高铁来南部找我。结果呢，他在旅馆里面住了好几天，我都说你来这边是住防疫旅馆嘛，我们连吃饭都叫外卖哦。是，对，所以我觉得我最近胖了好几公斤，因为在旅馆里面都没有办法出去动，来把你养胖。对，所以真的那个有没有觉得我下巴比较圆？有，很好很好。我最近一直狂吃，都馒头害。好朋友嘛，对，所以今天真的很谢谢馒头来陪我们聊这集，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呢订阅我的频道，收看我的节目，我们下次见喽，拜拜。